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使用抓取棒的技巧。第一个技巧是跟这个瓷片棉片有关系。像我现在放一片瓷片跟一片棉片，好，这个时候呢，我来抓中美的真烟就刚刚好。来，我现在来示范一次。拆下来，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圆棒它并没有超过这个扳头的位置。那假如说我把这个瓷片全部都拿掉，这个圆棒就会超过这个扳头的位置，那它就有可能去夹到底座。那夹到底座的时候呢，我们去拆装这个探测器的扳头就会没办法拆装，因为我们已经夹到底座了哦。所以这个瓷片的数量有时候也是蛮重要的。那我们这个瓷片的数量，我们都有写在说明书里面。我们在讲瓷片的数量的时候呢，我们只有讲这个单纯是瓷片的部分，这个含棉片的部分，我们都自动把它忽略掉，我们不计算到这一片。好，那我们再来把它装回去。那另外一个技巧呢，是这个摆腿。这个摆腿我们可以把它瞄准这个榫角的位置。这样子上去的时候，直接瞄准榫角对应的位置，把它转上去就好了。好，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浪费掉一些对准的时间。好，我们来装回去。好，像现在我摆腿就可以对准这个榫角的位置，要进去的这个卡入点。好，那我在装的时候就可以比较快，我就可以确认说，我这边装进去就直接是装好了。好，然后再来我们来看 LED 灯这边。来，你可能要过来。这个摆腿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在抓取的时候，瞄准 LED 灯的左边一点点，这样子拆的时候和装的时候都不会去撞到这个底座的 LED 灯。像比如说我如果摆腿放在 LED 灯的右边，这样在装的时候，在拆装的时候，我可能转过去就会去撞到这 LED 灯。好，那就这样子就等于去夹到底座，那我的拆装过程就不顺利。好，所以这个摆腿呢，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瞄准操作的一个方法。这样，好，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弹簧头，这个弹簧头是，比如讲咱今嘛，我们地板上有堆东西，卡路不好的时阵，我们可以倾斜的抓取。那我们平常呢，这个弹簧头是有这个塑胶扣把它扣在上面的然后我们有遇到这种卡罗伯赫要倾斜抓取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塑胶扣拆起来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次倾斜抓取的情况。等一下哦。那我重新进去，来哦。倾斜抓取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好抓，但是这个中美的插洞，它可能瓷片就要再多几块，那我就回来抓这个中美的真烟。好，我一样是用倾斜的方式先去做抓取。那我刚才转不动是因为人没有看 LED 灯的位置，所以我刚才前方那只黑角我卡到 LED 灯，好，那我再把它闪过去。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建议在抓取的时候呢，人一定要在 LED 灯的位置，才不会不知道说自己的那个腿，三爪的腿已经卡到 LED 灯，在那边转不动，这样。好 ，OK。以上是抓取棒的使用技巧介绍。